美英澳高调宣布组成新的印太安全联盟，试图帮助澳大利亚发展核潜艇。不仅是赤裸裸的核扩散行为，还抢了法国本已签署向澳大利亚出口常规动力潜艇的单子，遭到法国强烈抨击，批评美国出卖盟友。除此之外，美英澳另起炉灶，也引发五眼联盟另外2个成员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的不满。西方国家的内部关系正变得非常微妙。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王群周四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上发言，指美英作为核武国家，对澳洲这样的无核武国家发展军用核技术公然扶持，是赤裸裸的核扩散行为。王群表示，防止核武器和核技术扩散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宗旨，也是缔约国履约应尽的核心义务。美英作为上述条约的缔约方和核武器国家，公然帮助澳大利亚这一无核武器国家建造核动力潜艇，显然会造成核材料和核技术的扩散。这不仅有悖 NPT 的宗旨和核心义务，而且有损以 NPT 为核心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及努力。王群强调，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保留进一步作出反应的权利，呼吁国际社会共同行动，制止这种危险行径。其实中国这个代表这样的发言是非常正确的，特别核扩散问题是这个主要国家这个高度管制，而且这个是受到国际上大家共同遵循的。核动力潜舰是一个典型的战略性攻击武器。这个应该也是符合所谓的核扩散，因此，那对于整个核扩散国际的努力来讲，等于是说打了响亮的一个巴掌。这个对于国际未来推行这个军控乃至于核不扩散，我认为这是一大挫折。与此同时，美英澳组成的 AUKUS 三边安全联盟支持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能力，使得澳大利亚与法国海军集团原本签订的价值900亿美元、约合5789亿元人民币的核潜艇建造合同彻底告吹，给法国带来了巨大损失。法国外长勒德里昂怒批美国总统拜登如同从背后插法国一刀。C'est vraiment en bon français un coup dans le dos.Nous avions établi avec l'Australie une relation de confiance. Cette confiance est trahie. Cette décision unilatérale, brutale, imprévisible, ça ressemble beaucoup à ce que faisait M. Trump.法国国防部长帕利表示，正研究各种方法减少承建商的损失，不排除要求澳洲赔偿。法国驻美大使馆也取消了原定周五在华盛顿举行的庆祝法美历史的晚会。法国海军一名高级军官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采访时证实表示，晚会原本旨在彰显美法联盟的牢固性，但鉴于美英澳3国新的安全伙伴关系，再举办这样的活动是荒谬的。对于法国方面的回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紧急灭火。他与国防部长奥斯汀以及到访的澳洲外长佩恩及国防部长达顿周四举行记者会时，安抚强调法国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伙伴，期望与北约及欧盟在印太地区有更紧密合作。面对这么大的损失，法国当然是非常光火，而且这整个协议的过程和结果，那法国都是被蒙在鼓里，因此法国蒙受经济损失，受到同盟国的这个背信弃义，那他的整个失落感或者被背叛的感觉自然尤为强烈。欧盟方面也抱怨对美英澳组成新联盟一事毫不知情。就在美英澳宣布成立 AUKUS 后，欧盟周四公布了自己的印太地区策略文件，以增强欧盟在印太地区的参与度。尽管该报告有渲染中欧制度性对手的负面因素，但也强调了欧盟方面战略自主的重要性。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强调，美英澳新联盟是欧盟需要独立存在的一个新的例证，也再次迫使欧盟深刻反思战略自主的必要性。博雷利的新闻发言人当天进一步明确表示，欧盟将研究现有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并将在10月18号的欧盟外长会上交由欧盟各国外长进行讨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文称，美英澳新联盟把法国和欧盟遗留在了寒风中，敲打法国称其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方面还只是个局外人。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英美澳3国宣布成立一个结合军事与外交，名为 AUKUS 的新3方安全伙伴关系。那么对此您作何解读呢？其实美英澳这3个国家，一个在北美洲，一个在欧洲，一个在大洋洲。这3个横跨3大洲的国家居然走到了一起，结成了一个所谓的新的军事同盟。
我相信对于这一结果，很多人都会感到相当的意外。而在我看来，假如我们了解了世界历史，尤其是了解了其中的逻辑关系，你就不会觉得奇怪。记得在最近半年来的评论中，我曾经下过2个判断。一个判断是，当美国总统拜登访问英国，跟约翰逊首相签订新大西洋宪章的时候，我曾经说过，我们要关注那个信仰基督新教从英国走出来，并通过殖民的方式建立了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加拿大等国家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他们才是当今西方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真正开创者与卫道士。虽然拜登政府企图召集所有的西方国家来跟中国搞对抗，但从本质上面来说，所谓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对抗，其实只会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者说的更准确说，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创建的国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与中国的对抗。而美英澳这次结盟，其实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印太地区的重新集结，因为他们不仅拥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而且是同文同种同血缘，可以进行无缝对接。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核潜艇技术只分享给了2个国家，一个是英国，另外一个就是澳大利亚。连法国、德国、以色列以及他们在亚洲的铁杆盟友日本与韩国都只有吃醋的份儿，因为人家是穿同一条裤子的。而这种现象也就提醒了我们，谁要是跟美英澳中的任何一个国家开战，也就相当于跟这3个国家同时开了战，这是我们必须要有的清醒认识。我的第2个判断是，当拜登访问欧洲，出席美澳峰会，以及准备拉拢德国与法国共同对抗中国，而德法2国表现得并不太积极的时候，我曾经说过，这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西方世界正在走向分裂，分成了以美英澳为首的盎格鲁撒克逊阵营，跟以法国、德国为首的非盎格鲁撒克逊人2个阵营。这次美英澳建立新3方安全伙伴关系的时候，居然没有通知欧盟，整个欧盟都蒙在了鼓里。欧盟则在昨天甩开美英澳，单独公布了自己的印太战略。还有澳大利亚公然撕毁了向法国购买12艘传统柴油发电潜艇合同。这3件事情就是传统西方世界走向分裂与互不信任的标志性事件。